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海外熱度持續攀升，譚松韻躋身 VPulse 國際榜 TOP8， 華語影視溫暖系代表走向世界。近年來，隨着華語影視作品在海外平台的持續輸出，中國演員的國際影響力正不斷提升。其中，演員譚松韻憑借多部口碑與熱度兼具的影視作品，在海外市場的關注度顯著上升，逐漸成長為華語影視走出去的重要代表之一。據 VPulse 華語藝人國際排行榜顯示，截至2025年8月，譚松韻的全球熱度已穩步攀升至 TOP8， 在此前榜單中更曾達到 TOP2 的亮眼成績。這一數據不僅體現了其在海外觀眾中的高討論度，也反映出他作品的國際傳播力和個人影響力正持續釋放。海外榜單數據持續走高，全球關注度穩步攀升。VPulse 作為聚焦海外市場的華語藝人熱度榜單，其評估維度涵蓋海外社交平台討論度、作品傳播廣度、視頻播放量及粉絲互動表現等多項指標。在該榜單中，譚松韻的排名變化呈現出明顯的上升趨勢，尤其是在近1年內，隨着多部作品陸續上線海外平台，他的海外熱度曲線保持穩定增長狀態。截至8月20日，譚松韻成功登上 VPulse 華語藝人國際排行榜 TOP8， 並成為榜單中少數以作品驅動熱度的演員之一。業內人士分析認為，相較於依賴單一話題或短期曝光，譚松韻的海外熱度更具長期性與穩定性，這與其作品類型、角色形象以及情感表達方式密切相關。多部作品海外成績亮眼，平台表現持續領跑。譚松韻海外影響力的持續擴大，與其主演作品在海外平台取得的優異成績密不可分。其中，古裝題材作品《蜀錦人家》在優酷海外版上線後，迅速登頂全站內容 TOP1， 成為檔期海外用戶關注度最高的華語劇集之一。該劇在畫面美學、人物情感和敘事節奏方面受到海外觀眾的積極評價，而都市情感劇《你比星光美麗》同樣表現搶眼，在騰訊視頻海外版 Watch 全球熱榜中位列 TOP1。該成績顯示出該劇在多個國家和地區同步引發討論，進一步提升了主演演員的國際曝光度。以家人之名持續發酵，成為海外長線爆款。在譚松韻的海外代表作中，以家人之名無疑佔據着極為重要的位置。該劇自播出以來，在海外市場持續發酵，不僅收穫高口碑，還實現了跨文化傳播。該劇不僅被韓國翻拍，還在土耳其等多個國家播出，在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中引發共鳴。海外觀眾普遍認為，該劇圍繞家庭、成長與陪伴展開的情感表達具有普世價值，而演員自然真摯的表演方式是作品能夠被不同文化接受的重要原因之一。值得一提的是，以家人之名還曾入選國家廣播電視總局表揚的年度優秀海外傳播作品，成為近年來華語電視劇走出去的代表案例之一。角色塑造深入人心，李尖尖成為海外觀眾記憶點。在《以家人之名》中，譚松韻飾演的李尖尖一角，因其陽光、真誠、治癒的性格特質，在海外觀眾中積累了穩定的粉絲基礎。許多海外觀眾在社交平台上表示，該角色傳遞出的情感力量讓人感到溫暖，也讓他們對中國家庭題材產生了更深的理解。隨着該劇迎來開播5週年，不少海外粉絲再度重溫劇情，李尖尖仿佛每個夏天都會如約出現，成為海外觀眾討論中的高頻表達。這種跨越時間的情感連接，也進一步鞏固了譚松韻在海外觀眾心中的辨識度。多語言傳播助力國際擴散，
粉絲基礎不斷擴大。隨着華語影視在海外平台的本地化推進，譚松韻主演作品普遍配備多語言字幕及配音版本，有效降低了文化理解門檻，擴大了傳播範圍。在這一過程中，他所塑造的角色因情緒表達自然，人物關係清晰，更容易被不同語言環境的觀眾接受。海外粉絲群體逐漸形成穩定結構，相關剪輯、角色討論和作品推薦內容持續在社交平台傳播。新作路透引發關注，海外期待值持續累積。除已播作品外，譚松韻的待播作品同樣在海外市場引發關注。根據 VPulse 海外熱度榜顯示，其新作《蘭香如故》的路透畫面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引發熱議，相關討論不斷增加。這種未播先熱的現象，表明譚松韻在海外已具備一定的基礎關注度，其作品不再僅依賴播出後的口碑積累，而是逐步形成了持續性的國際關注機制。溫暖敘事與現實共鳴，成為國際傳播的重要支點。從整體來看，譚松韻在海外市場受到關注，並非偶然。其作品多聚焦親情、成長、陪伴與情感治癒等主題，這些內容具備較強的跨文化共鳴能力。同時，他在角色塑造中所展現的生活化表演方式，也讓海外觀眾更容易產生代入感。正是這種不依賴誇張表達，而強調真實情感的表演風格，使其逐漸在國際市場中建立起獨特的個人標籤。結語：華語影視海外傳播中的穩定力量。總體而言，譚松韻憑借扎實的演技、持續輸出的作品以及良好的角色口碑，已逐步成長為華語影視海外傳播中的重要力量之一。從作品成績到榜單數據，從角色影響到粉絲基礎，他的海外熱度呈現出穩步上升、持續積累的態勢。此次成功登上 VPulse 華語藝人國際排行榜 TOP8，不僅是對其個人影響力的肯定，也再次證明了優質內容在國際市場中的長期價值。未來，隨着更多作品與海外觀眾見面，譚松韻在國際舞台上的表現仍值得持續關注。2. 譚松韻消失5年，不演戲的她如何用演技撕碎娛樂圈生存定律？2025年12月，當其他女演員還在為綜藝露臉、緋聞炒熱度時，35歲的譚松韻卻選擇了一條反常識路徑，減少曝光，專注演戲。這個曾被嘲娃娃臉演不了女主的四川妹子，用5年時間完成了一場靜默的逆襲。從《最好的我們》裡的國民初戀，到母親車禍去世後硬剛酒駕肇事者，再到如今逍遙我的山與海等多部大劇女主，她用實力證明，不靠綜藝刷臉，不炒緋聞，女演員也能走出一條作品為王的硬核大道。1990年生於四川瀘州叙永縣的譚松韻，是獨生女也是野孩子，父母把她當朋友養。15歲因電視劇《好好過日子》意外入行，17歲考入北京電影學院。娃娃臉既是她的標籤，也是她的枷鎖。在《甄嬛傳》裡演純貴人時，觀眾記住的是那個吃甜點的圓臉小妃子，而非譚松韻。她沒急着撕標籤，反而扎進劇組。大學4年拍遍古裝現代，從旋風少女的范曉瑩到狐狸的夏天的黎彥姝，每個角色都像一塊拼圖，拼出她扎實的演技地基。2016年最好的我們是她第一次被看見，原定女主因不願剪短髮退出，她頂上時25歲。劇集爆紅後，質疑聲如潮，有人罵她年齡大裝嫩，劉昊然粉絲嫌她配不上弟弟，更有媒體斷言娃娃臉活不過30歲。她沒辯解，轉身扎進錦衣之下劇組，用袁今夏的機靈勁兒打破質疑這個角色，讓她首獲華鼎獎提名，也讓她明白演員的底氣從來不是外貌，而是演什麼像什麼的本事。2018年12月31日，跨年夜的煙花還未散盡，
譚松韻接到父親電話，母親在敘永縣街頭被酒駕司機馬明宏撞成重傷，他推掉所有工作守在醫院，20多天後母親因顱腦損傷去世。更刺痛他的是肇事者的態度，馬明宏逃逸後叫囂你媽死了關我啥事，其家人甚至說我兒要在監獄過年。這場悲劇成了他人生的分水嶺。2020年8月31日，他親自出庭參與庭審。法庭上，他紅着眼眶陳述母親生前最後時刻的細節。他最後一句是別管我，去追肇事者。最終，馬明宏被判6年有期徒刑，賠償134萬元。他將賠償金全數捐給寶貝回家公益項目，資助車禍受害者家庭。但比法律判決更艱難的是網絡暴力，有不良媒體編造他母親住院期間聚餐的謠言，讓他被扣上不孝女帽子。有人質疑他利用明星身份干預司法，他選擇用作品反擊，在以家人之名裡言裡尖尖，用溫暖治癒的表演讓觀眾看到失去母親的女孩如何學會愛。在錦心似玉裡演羅11娘，用智謀與堅韌詮釋大女主的另一種可能。如今，譚松韻的消失成了娛樂圈的另類標杆。2025年，他手握3部待播大劇《逍遙》，搭檔侯明昊演雙面俠女寧安逍遙。12月中旬，騰訊獨播《我的山與海》，改編自梁曉聲小說，演從輟學女孩到企業家的方婉之。Q4 優酷上線《蘭香如故》，搭檔劉學義演穿越時空的沈佳蘭許蘭香。12月5日，愛奇藝首播即登熱搜第1。他的大道究竟是什麼？是不演戲就消失的清醒。當其他演員忙於綜藝刷臉、緋聞炒熱度時，他堅持每年只接3至4部戲，每部戲至少打磨3個月。是用作品立身的堅持。從《甄嬛傳》的純貴人到你比星光美麗的紀星，每個角色都藏着他的演技密碼。拍《以家人之名》時，他為演好裡尖尖的樂觀，特意去孤兒院觀察孩子們的互動。拍《蜀錦人家》時，他跟着非遺傳承人學蜀錦針法，手指被扎得滿是血點，也咬牙堅持。更是不妥協的任性，面對娃娃臉演不了成熟角色的質疑，他用《錦心似玉》裡的羅11娘證明溫柔也可以有力量。面對女演員30歲後沒市場的偏見，他用最好的我們以家人之名證明國民初戀可以變成國民姐姐。結語：譚松韻的另一條大道，從來不是逃避，而是另一種形式的突圍。他用5年時間證明，在流量為王的時代，女演員的生存法則可以是不靠綜藝、不炒緋聞，專注演戲。她的故事不是消失，而是蓄力。當別人忙着在鏡頭前製造話題時，她在劇組裡打磨演技；當別人沉迷於熱搜排名時，她在劇本裡尋找角色的靈魂。這種慢與穩，恰恰是娛樂圈最稀缺的真本事。如今，當觀眾為《逍遙》裡寧安的俠氣喝彩，為《我的山與海》裡方婉之的逆襲流淚時，誰還會記得他曾被嘲笑娃娃臉？誰還會質疑不演戲就消失的生存邏輯？譚松韻用親身經歷告訴我們，真正的演員從不需要靠存在感證明自己，他們的存在本就藏在每一部作品裡，藏在每一個角色裡，藏在觀眾每一次真心的掌聲裡。這才是女演員最該走的大道。